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正如你们在标题上面看到的，没有错，今天我们又要来聊这一辆 Perodua MyV。然后今天呢，我整理了5大必买 Perodua MyV 的最主要原因，当然全部都讲好处。都不是我的频道的 style 吗？对不对？所以我们也要从中加入一些我个人对这一辆车比较不满意的地方。OK，Perodua MyV 啊，真的是一辆传奇神话车款啊！不管是从以前发布的第一代 MyV， 也就是 Rebadge Toyota Passo 的那一款 MyV， 到 Lagi Power、Lagi Best， 到第3代 MyV， 到现在的3代半 MyV， 这一款车都是神一般的存在。在3代半小改款出来之前，你要买到一辆第3代的 MyV 啊，可能你要等半年才会有车，可以想象得到它的销量是极恐怖嘛，就是感觉上全马来西亚每一家每一户都必须要买一辆 MyV 这样才甘愿。而且啊，马来西亚每天啊都在销售各式各样的品牌、各式各样的车款 ，MyV 的这个市场占有率啊是20到25%那么高啊，也就是讲，每5辆注册出来的新车里面啊，就有平均1到2辆是 Perodua MyV。自己对这辆车呢，也整理出了5大必买要素啊，还有其中一些我个人觉得比较不太满意的一些点啊，都会在今天这一部影片讲出来。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要把小铃铛跟它打开，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部非常好看的影片了啦。当然，今天这一部影片不是 review 啊，也不是试驾。如果你们要看review 要看试驾的话，都可以到我之前拍过的 Perodua MyV 3代半的影片那边过去看看一下啊，我也会放在影片右上角的链接这边啊，你们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点击过去看一下啦。当然，如果你们还没有看过的话，我非常建议你们看完今天这一集影片过后呢，去看一下我之前做过的 review 还有试驾。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下为什么我觉得这辆 Perodua MyV 是值得购买的。首先呢，就是它的外观，我觉得非常的好看啊，就是很多人可以接受这样子的 design， 相比其他的同级对手的外观呢，就比较少人可以接受。两辆车摆在一起呢，我相信大部分啊，我不是讲全部，就大部分的人都会比较喜欢 Perodua MyV 的设计。而且我相信很多男生会喜欢 MyV 是因为它其实长到还蛮 sporty 的，然后女生会喜欢 MyV 也是有它的原因的，因为它不会很大胎。比起它的同级竞争对手，也就是 B segment hatchback， 好像 Yaris 啦、Honda City hatchback 啦、Kia Rio 啦，那些车款啊，都会比这辆 MyV 来得更加大台一点。所以那些比较担心难 parking 啊，想要在市区用的时候穿梭比较灵活的话，那 MyV 就是很多女生的首选啦。但是外观这个东西就比较还是看个人的喜好跟口味啦。好像我对于这辆3代半的 MyV 来讲的话，我觉得红色跟白色都不错，都蛮好看的。至于蓝色方面也蛮好看，但是就有另外一个点哦。这一次的设计呢，在 interior 的配色方面会比较大胆一点点。这个大胆对我来讲不是好事啦，因为哇老伟，我真的不知道是谁 design 出一个这样子的颜色的皮革椅子啊，真的到现在还是不能接受啊！你们想象一下，假如你们买的是红色的 MyV， OK， 你们开门就看到红红一片，没问题。你们买的是白色啊、深灰色啊，我觉得都 OK， 没什么问题。可是如果你买的是一辆蓝色的 MyV， 你一开门看到整个 interior 红红这样子，感觉那个颜色的冲击太够力了，好像马戏团这样。所以我个人对于这辆 MyV 3代半的外观我是给一个赞，可是对于 interior 的配色，我就不太喜欢啦。接下来第2点哦，我觉得必买 MyV 的最大原因之一就是它的 spec 真的很好。它不仅具备了这个主动式的高低灯啊，终于有了这个 DRL 的日行灯啊，全车系标配的 LED 头灯组啊，单单头灯我们就可以讲这样多了。然后就是在2017年啊，还有很多车都不具备啊，就算具备也是200千的左右的价钱的车款才搭载的主动式预防碰撞系统啊，也就是 Perodua 的 ASA 1.0， 在2017年就有了。现在2022年呢， Perodua MyV 更加进化了，
已经变成 ASA 3.0啊，它不仅是可以侦测到车辆还可以侦测到行人摩托啦，所以是更加的智能，更加的聪明。除了那一个呢，它还增加了一个叫 PSDA Perodua Smart Driving Assist 的功能这一项功能呢，让这一辆 Perodua myV 可以实现 ACC 自动跟车。Advanced 版本的 Perodua myV 只需不到6万块加到保险也是6万多一点点就已经实现了 ACC 自动跟车。这一点 Perodua 真的很厉害。myV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 game changer。它这样子做其他厂商如果不跟上脚步真的几年后都很难追得到 Perodua。想当初把这一项功能减价到100千左右的 Proton X70然后接下来有 Proton 的 X50，然后又到 Perodua Activa， 价钱又再更便宜7万多块，然后又再到现在的 Perodua myV 6万块不到真的超期待，不知道有没有一天 Perodua Asia、Perodua Beza 也会拥有这一项功能。然后好像我现在这一辆呢Advanced 版本AV 版本的 myV 就有6颗 airbag 啦，然后刚刚我讲的那些主动式安全配备全部都有啦，然后还有 blind spot monitoring 啦，这个连 Honda City RS 105,000都没有这一项功能然后还有这个 reverse camera 啦，还有 RCTA 啦，哇，这些功能真的在这一辆不到6万块的 myV 上面可以找得到，真的太赞了。接下来第3点呢，也是 Perodua myV 会大卖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的价钱刚刚我们一直提到价钱嘛，对不对？就是这些配备不到6万块，就算现在你买最顶配 AV 版本价钱也是在6万块左右，所以是属于大部分人可负担的一个价位啦。如果你们是不清楚自己能不能负担 myV 这一款车的话，可以参考我之前有拍过一部影片就是讲解我们怎样计算自己负担不负担得起一款新车啦。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这个 link 过去看一下。至于这个 myV 我觉得只要是薪水是在5000块左右的人都可以轻松负担当然如果你1000多2000块薪水，我觉得还是不要啦，因为 Advanced 版本的 myV 6万块对于薪水2-3千块来讲还是蛮重本的啦这个我自己觉得蛮重本我不知道每一个人的家里的情况不一样，可能有些人真的是每天住家里吃家里，所有的收入都是不需要负担在供车啦、供屋子啦、养孩子啦那些，没有的话买 myV 也是非常的 OK 啦。现在来到第4要素哇，这个也是我觉得让这辆 myV 变成神话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很少问题。对啦，之前的 myV 我们有听说过有 fuel pump 问题嘛，对不对？可是那个 fuel pump 问题好像不至于让 myV 身败名裂，不像它的竞争对手就时常会听到一些更加负面的一些问题啦甚至连 spare part 都没有那种，就真的是很糟糕。myV 方面比较有信心一点点，就至少没有听过那么多负面新闻跟负面消息也不至于看到好像有那种真的是在路边 breakdown 这样子啦。虽然 fuel pump 问题真的是会 breakdown 啦，但是就真的很少见，很少看到这些问题如果是讲你们是 Perodua myV 的 owner， 你们有遇到什么哇真的是让你头痛到解决不了的问题的话，也欢迎你们在影片下方留言毕竟我不是 myV 的车主，所以我自己是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过 myV 有什么严重问题。如果是真的有什么严重问题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列出来就是让那些想买 myV 的朋友可以做一个参考。当然我也相信基于 Toyota Gazoo 的技术研发出来的 Perodua 的车款呢它的口碑都不会差到哪里去的啦。第5点这一点呢可能有些人会不认同我啦，但是我自己个人是很认同自己，就是觉得 myV 这一款车很无脑。不是讲买 myV 的人很无脑，而是这一辆车你不用想很多，你不用烦恼，你买就是了，它以后一定不会让你失望。为什么呢？你买的价钱不会很贵，当你在卖的时候呢，它的价钱却又很好。Perodua myV经过我在 Charlie Cars 网站上面这样看一下那些二手价钱哇老喂，myV 的二手价钱真的超级无敌硬真的非常的够力。如果你看的是一些其他的车款很少会有这一种程度的保值率太强了。如果你是一个对于二手价钱很在意的话，真的不用想多了，你不需要伤脑筋，不需要烧你的头脑，
买 MyV 就对了。当然 MyV 也存在很多一些小小的个人不满意的地方啊。那现在我们就来讲一下我个人比较不满意的点哦。这一辆 MyV 的椅子呢，真的不是很舒服。好像我这种身高170、体重63左右的体型的人，坐在 MyV 里面，我觉得支撑真的不是很好。它的椅垫长度会比较短一点点，然后它的椅子比较没有形状，就很扁平，坐起来很凸立，没有什么支撑的感觉。再来就是看到吗？这个肩膀的位置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支撑我的肩膀是比椅子还要宽的，就是超出它的支撑范围了。可能对一些身材比较娇小的女生来讲是没有问题，可是我这样的 size 或者再更大 size 一点的朋友，可能就真的不是那么的理想啦。再来就是这个颜色，我真的很想一拳忠告那个设计师。我相信很多现在在看住这个影片的朋友啊，都很喜欢 MyV， 可是就是因为卡在这个椅子的颜色，迟迟不下单，不想买 AV 版本。为什么这个椅子的颜色会通过？我真的不懂啊。这个部分啊，如果换成一个深灰色或者黑色不就好了？但是设计啊、美观的东西真的很个人啊，就我个人不能接受，我也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人不能接受啦。OK， 今天就是这一部影片的所有内容啦。如果你们是 MyV 的车主啊，或者你们是 MyV 3.5代的准车主，我有讲错什么的话，我有讲漏什么的话，你们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那边写上来啊，提醒我一下。还有就是，如果你们觉得你们的车有什么严重的问题，或者有什么更加梗的卖点我没有讲到的话，也可以留言下来啦。顺便啊，我很想问一下，这个我真的超想问的，就是 Perodua MyV 的准车主，你们现在驾的车已经那么梗超了，你们想要换车的话，有什么车款是你们心目中所爱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给我知道一下。买了 MyV 的车主还想要换什么样的车啊？好啦，今天的影片大概就先到这里。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啊，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部非常精彩、非常好看的影片了啦。然后也要非常感谢 Cherry Cars 一路以来的合力播出。就像刚刚我讲的一样啊，假如你们想要查看什么二手车的价钱啊，都可以到 Cherry Cars 的网站上面逛逛一下。他们不只有二手车，也是有新车啊、recon 车啊，甚至一些新车新闻消息都可以到 Cherry Cars 的网站上面获取更多详情啊。OK， 今天就先这样子啦，麻烦大家帮我 like 一下这一部影片，免费的 free 的。如果想要订阅的话，也可以订阅起来，也是 free 的，免费的。我们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更好看的影片给大家啦。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所以我们也要从中掺杂一些，所以我们也要从中这样，所以我们也。